弩弓狩猎到的原机被径直的贯穿，虽是垂死挣扎，但却未能逃生。缠绕好鸡肠，一顿姜汁水煮鸡，就连小野猪都未能抵挡得住诱惑。新一天的来临，悠闲的小野猪正在享受着早晨的清凉，已被完全驯化的雌性原鸡也正式的开启了自己的孵化之旅。雨林中打造农庄的生活已经开始逐渐的走入正轨，带上柴刀再次的出发。昆泰想要在附近重新的开发出一块可以种植作物的菜园，这处斜坡就在自己房屋的上沿。新的选址，昆泰就决定在了这里持续的劈砍。繁茂的灌木丛需要先行的整理，已经被驯化成狗一样的小野猪现在对于自己可以说是寸步不离。每次只要是昆泰在附近工作的时候，他都会跟随并徘徊在周边。这片的灌木丛太过于茂盛，杂草比较的好清理，只是隐藏于其中的小树却也着实需要费上一些力气。当然，昆泰之所以会选择这里，也是因为这里的土壤足够的肥沃，并且涓涓的溪流从旁经过，也将会为以后蔬菜的灌溉提供便利。然而就在昆泰想要继续的扩大开垦的面积时，一只原鸡却是从面前的灌木丛中飞出，看来自己是无意中找寻到了它筑巢的地方，赶紧的追踪。在这样杂草丛生的地方，它并不会逃出太远。昆泰停下了脚步，原鸡应该是已经在前方的草丛中停下了，赶紧的返回农庄。昨天刚刚制作好的豪猪刺弩弓刚好可以派上用场，再次的返回，自己的动作要尽量的轻盈，一点点的靠近。在明确了原鸡停留的地点后，昆泰将弩弓安装上了锋利的箭羽，而此时的原鸡刚好停留在斜坡上方的树枝之上，带有弯钩状的会和凌厉的眼神。刚刚的惊吓还在让他警惕地观察着周边的环境。昆泰缓缓地举起了弩弓，在经过准确的瞄准后，随着扳机扣动声音的发出，穿刺过树叶的箭羽却是未能命中。不过好在这一箭并没有惊扰到猎物，再次的出手，换了一个角度的弩弓已经准确地击中了目标。原鸡的一声惨叫也随之而来，快速的向前，垂死的挣扎让小家伙第一次逃脱掉了昆泰的魔爪。他飞向了旁边的灌木丛，昆泰当然也是紧跟其后。然而锋利的箭羽确实已经刺穿了原鸡的身体，他的结局已然注定。这下自己一整天的食物问题又一次得到了解决。手提着原鸡，昆泰开心地返回了自己的农庄，升上火堆，焦黑的铁锅蒸煮上山泉水，10多分钟的等待，滚烫的开水已经可以出锅。随着一顿简单的处理，所有的鸡毛都已被清理干净，溪流旁的仔细清洗。今天的自己要制作一顿正宗的山泉水煮鸡，滑嫩的鸡肠可是个好东西。昆泰并不舍得丢掉，将其缠绕于竹签之上，炭火的高温会让其成为一串焦香美味的烧烤。然而看着如此高端的食材，就这样制作还是会有些索然无味。挖掘上一些野生的姜黄，接着再一点点的将其敲碎成末，然后全部的放入已经蒸煮至快要脱骨的鸡肉当中，最后只需10多分钟的等待，一份正宗的山泉水煮鸡就可大快朵颐了。大口的撕咬，冒着热气的鸡肉很是鲜嫩。然而此时的小野猪却又是再次的被香味吸引，它摇着尾巴一点点的来到了昆泰的面前，想要分上一点解解馋。只可惜昆泰并不给自己面子，他想一个人独吞这一整只鸡。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又在整理着农庄的周边，连续2天的大鱼大肉已经让自己补充了充足的体力。他要在居所的旁边搭建上一处柴房，如此便也就不再担心多雨的天气自己没有干燥的柴火可以用了。昨日砍下的树干刚好可以作为搭建的材料，简单的劈砍和搜寻，材料的准备就已完成，削尖每个木桩的一头。只是简单的柴房不需要非常的坚固，所以直接的将承重的树干插入泥土之中即可。半个多小时的搭建，带有斜坡棚顶的柴房框架就已大致的完成。接着再用石块堆积起可以悬空的底座，如此便可让搜取来的木柴凌空于潮湿的地面之上。然而还未等到搭建完成，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的天空却又突然的下起了小雨，而这也足以印证了搭建上一个柴房的重要性。冒着小雨，昆泰用芭蕉叶覆盖好了棚顶，有了它的建成，以后不论是何时下雨，自己都将可以正常的将火堆升起。又是2个多小时的劈砍与搬运，用于生火的木桩就已储存完毕。整整1个上午的忙碌，还没进食的昆泰又要再次的进到山林了。一条水流充沛的溪流，刚刚的降雨会让这里拥有捕捉到食物的机会。简单的尝试与观察，想要徒手捕捉到食物几乎不太可能。劈砍来几根毛竹，就地取材的就地利用，自己要编织一个专门应对如此激流的捕鱼工具。细致的切割，依然还是取用韧性最好的竹皮，大石块上的十字编织，每一根的竹签都是穿插的足够仔细。仅仅只是半个小时的操作，一个精致的广角鱼篓就已制作完成。当然，想用这样的东西进行捕捉也需要相当的技术。一种是直接的深插入石块的底部，这样便有机会捕捉到停留在此休息的溪鱼；而另一种方式则是更加的投机取巧，直接的将整个鱼篓沉入水中，依靠着流水的冲力来等待着溪鱼的自投罗网。当然，机会更多的还是在溪流两边的存水区，它们缓慢的水流冲击会有很多溪鱼躲藏在其中休息。1个多小时的连续抓捕，昆泰已收获到了不少。再次的回到农庄，接近20条的数量又可以让自己美美的吃上一顿。将火堆点燃，鲜嫩的溪鱼再一条一条的夹在竹签之上，炭火的高温只需10多分钟的等待就可让自己再次的品尝到美食。2串的烤鱼已经焦香，昆泰也是迎来了一天的完美结束。然而以后的求生之路又将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挑战？炭烤1米多长的辣条，制作居家享受的饮茶套装，地道的雨林野生大蜗牛，
能将野外生存搞得像体验生活的，可能也只有他了。新一天的来临，农庄里的生活依然平淡，因为狩猎而忙碌了许久的昆泰也终于可以稍微的享受一下生活。携带上柴刀，难得的惬意让他有了要为自己的生活再添置上一点什么的打算。几根完全野生的毛竹，通过敲击竹筒的声音可以辨别出竹壁的厚度。昆泰选择了一根自己最为中意的，因为他将要用它为自己打造一套可以方便进食的桌椅套。先按照相同的长度将毛竹切割出4段，这是制作4只桌腿的材料，其中的一端在相互对应的位置上开凿出缺口，这是榫卯工艺最为简单的运用，也是为了让建成的桌面更加坚固的方式。火堆的正前方，掏挖出4个深坑，将作为桌腿的竹筒全部的深埋其中，如此便可最大程度上保证餐桌的稳定和它的使用时长。而随着2根横梁被刚好的搭在上方，整张餐桌的造型就已大致的确定。虽然并没有什么创意性的概念，但其实能够拥有实用性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紧接着再测量好横梁之间的宽度，自己要用竹签编织出刚好大小且最为省力的桌面，精细的切割，每片竹签的大小尽量的保持相同。当然为了更加的便利于操作，太过于厚重的竹片需要削割掉内部。10几分钟的10字编织，一个称不上平整但却足以承重的竹制桌面就可以完成。捆扎好4个边角，一个简易的餐桌，而这也就意味着以后的昆泰都不需要再在地上进行进食了。当然，还剩余下的毛竹自己也并没有浪费，在刚好的距离处，昆泰又制作出了一个简易的板凳。虽然可能稍微的有点偏高了，但整体还是尽量的保证了舒适。毕竟在野外生存中，用最小的体力消耗来完成相对应的工作才最重要。桌椅已经完成，自己特意带回来的2个竹根自然也有它的妙用。宽厚的竹壁，侧身生长而出的短枝，以及长度刚好的竹节长度，这一切都是制作一个保温壶的绝佳搭配。精细的修整，要先保证2端缺口的平滑，接着再在竹筒的中间劈砍出一个缺口，然后利用柴刀的刀尖将其贯通，插上一根完全中空的小的竹节，一个天然的保温水壶就已完整的确立了外形。而对于另外一个较小一些的竹根，只需将其中一段的竹节砍掉，就即可成为一个不会烫手的茶杯。而这样一套饮茶套装的完成，也标志着昆泰的求生之旅正式的步入到了生活。升上火堆，烧上甘甜的山泉水，自己要来上这热带雨林中的第一杯茶。当然，费了这么大力气才制作好的饮茶套装，如果只是喝上一杯白开水，那就太不符合自己这忧郁的气质了。昆泰要去寻找可以泡制的材料，仔细的寻找，拥有味道的植物并不难寻到。昆泰发现了一棵，并且味道好像也很不错。然而就在自己想要探寻到其他更好的品种时，突然从灌木丛中窜出来的东西却是着实的吓了自己一跳。当然，由惊吓变成惊喜也只是用了1秒，直接的上手扑抓，原来是一只隐藏于灌木丛中的青皮辣条，超过1米的体长，可是一顿十足焦香的美食。自己送上了门，昆泰没有理由拒绝，赶紧的返回农庄。有了这样的意外收获，今天的自己不但可以喝上正宗的茶，并且还能有烤肉可以吃，这也算得上是美好的一天了。先将鲜红色的叶茎放入开水之中熬煮，有了它的加入，山泉水也便有了茶的味道。而蒸煮的时间，自己就可以将辣条处理干净。10多分钟的简单处理，一条雪白的辣条已经被缠绕于烤签之上，而此时的红茶也刚好可以出火，全部的倒入到茶壶之中，标准的沏茶姿势。一个上午的努力，终于是换来了享受的生活。辣条的烤制也已差不多了，在全新的餐桌上吃着烤肉，喝着茶，享受着自然的宁静与惬意，这样的日子才叫做真正的生活。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又要迎来全新的工作了。背篓中的木薯又被小野猪吃光了，自己又要为了小家伙的进食而继续的向着丛林进发。野生的木薯资源很是丰富，昆泰并不会为了寻找而发愁，而这也正是自己截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木薯种植的原因。毕竟每次自己只需从灌木丛中拔上的4、5颗就足以给农庄中的牲畜喂食了。泉水旁清洗干净表面，鲜嫩的树叶再采摘上一些，再次的返回。自己要先制作好猪食，才能去解决自己今天的食物问题。当然，昆泰对于小野猪的照顾已经很是尽心尽力了。每次采挖回来的木薯都会仔细的将影响口感的表皮一点点的清理干净，接着再全部的切割成薄片，整上满满的一大锅。炭火的蒸煮只需半个小时就可将木薯熬至粘稠，最后再配合上让营养均衡的树叶。小野猪在昆泰精心的喂食下，已经比刚刚捕捉到的时候成长了很多，不但整体的体型大了一圈，就连脊背也已被高高的肚子压制向下弯曲。喝上一杯茶水，简单的休息，昆泰还要去寻找一些能够给自己充饥的食物。连续多日的肉质进食已经快要造成营养的失衡，所以此次自己的目标就是那些散落于地面上的野果。虽然它们的个头并不是很大，但是维生素以及糖分的含量却是极高。然而正当昆泰寻找至一个小的溪流边时，另外一种难得的美食却是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一种热带雨林所特有的野生大蜗牛，仅仅只是2个就已经和自己的手掌一样大小了。继续的搜寻，昆泰又在溪流的旁边找到了好几个，再次的回到农庄，这一堆的野果和蜗牛已经足够填饱自己的肚子了。先将蜗牛全部的放入铁锅之中，它们只需简单的蒸煮就可食用，象征性的清洗一下，主要是为了去除外壳表面的泥沙，直接的上锅蒸煮，只要水开就即可食用。等待的时间先用野果开胃，酸甜的口感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可以来上一些。等到自己吃完，
滚烫的山泉已将蜗牛蒸煮至鲜嫩，先全部的摆放于芭蕉叶上，接着再一个个的用小竹签将肉挑出 ，Q 弹的口感紧实粘牙。虽然没有调味料的加入会略显清淡，但是只要是有营养的补充，就足以让其成为荒野中的一道美食。那么你想不想也这样子的尝试一下？你认识这是什么品种的野鸡吗？只可惜它很快就将成为猎物，如此硕大的身形又感觉像是孔雀的一种。然而像这种不但端了人家蜂巢，还有将蜂后作为人质来打造专门为自己酿制蜂蜜的老六，你又是否见过？新一天的来临，今日的雨林天气还算晴朗，昆泰也在惬意的求生之路上度过了很长的时间。拿起开山斧，很久都没有使用的他已经显得有些迟钝，背上背篓，唯二之一的他急需要保养，再次的向着丛林进发。自己在寻找可利用资源的同时，也要找到可以进行斧头保养的对象。捡拾上几个原生态的大蜗牛，虽然昨天的自己刚刚才吃过，但是如果可以再次的饱餐一顿，也会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就在昆泰捡拾完大树旁边的这一个准备离开之时，树根底部传出的嗡嗡声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俯身的仔细观察，原来又是一处完全野生的蜜蜂巢穴。这些勤劳的小家伙利用了被虫子吃掉了中心而产生出来的树洞，这可是比在石缝之中筑巢要安全上许多。不可多得的美食再次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昆泰始终都秉承着发现一窝采集一窝的准则，所以鉴于树洞之中的他们自然也不可能放过。当然，想要取出这建造于树干之中的蜂巢也并不简单，不过这却也刚好给了保养开山斧的机会。用力的劈砍，他要将这只有几公分的洞口扩大到足以将手伸进去的大小。半个多小时的持续挥动，排列整齐的蜂巢就已显露。小心翼翼的拿取金黄色的蜂巢，要尽量的保持完整，毕竟里面都还隐藏着很多尚未孵化的幼卵，它们可都是非常好的高蛋白，并且每一个蜂窝状的孔洞中都饱含着鲜甜的蜂蜜，完全由野生蜜蜂酿制的。它们不但可以提供出鲜甜的口感，并且还能为自己的身体补充大量的能量。特别是刚刚拿出来的这一块，充足的蜂蜜含量就像水一样，还在持续的向下流淌。所有的蜂巢都已采集结束，然而此次的昆泰却并不想就这样结束，他要将蜂后抓住并一起带回自己的农庄。只要有了他做人质，自己在农庄中搭建上一个蜂巢，就可让蜂群专门的为自己一人服务了。所有的准备都已就绪，昆泰回到了自己的农庄。蜂后和小部分的族群都在这个小的竹筒之中查看一下居所旁边的石块，这处位置以及石头之间的缝隙刚好可以作为新蜂巢的基地。先将石块围绕出一个拥有足够空间的圆圈，接着再将周边用小的石块封堵住多余的缺口。只有较为封闭的空间才能够给予蜂群安全感，它们才会在此重新的筑巢，并且能够透出光亮的地方，昆泰也是用泥土全都封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洞口作为蜂群进出的通道。将竹筒的封口取下，稍微的抖动来让里面的蜂群全部的进入到石块之中。当然为了确保蜂后可以停留在其中，昆泰就直接的将整个竹筒全都放在了洞中。如此一个只会为自己一人酿制蜂蜜的全新蜂巢就已完成。他们会在时间的陪伴下将族群重新壮大，而自己也就有了野生蜂蜜的持续性供应了。所有的工作都已结束，昆泰也该将采集来的蜂巢进行简单的处理了。取出几块放入到烧有山泉水的铁钵之中，炭火的蒸煮会让幼卵一边吸收着蜂蜜，一边慢慢的成熟。10多分钟的等待，所有的蜂巢都在滚烫的山泉水中尽数的融化，终于是可以大饱口福了。取上一片树叶，来上一点鲜嫩的幼卵，这种只有在烤肉餐厅才能见到的画面，昆泰已将其在荒野中实现。一口一个，吃的就是绿色和营养。当然还剩余下的汤汁，昆泰也没有浪费，他还可以为自己制作出近乎于现代文明的东西。炭火上的持续熬煮，这种漂浮于表面的黄色液体就是蜜蜡，它可是制作蜡烛的绝佳材料，并且等到水分完全的蒸发，纯正浓稠的野生蜂蜜也便可以成为被轻易点燃的材料。蜂蜜已经蒸煮的差不多了，精修出2根细小的竹竿，在其中插入1根干燥的树皮，接着再将蜂蜜以及蜜蜡灌入其中，待其完全的干燥，1根可以持续燃烧的蜡烛就可完成。而它们也将会在漆黑的夜晚为自己带来象征着安全感的光明。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已为圈养的小野猪准备好了鲜嫩的木薯叶。虽然今天的天气也还算不错，但是也不能长期的将小家伙进行散养，万一让它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就很有可能会有出逃的风险。既然后顾之忧已经解决，那自己又该再次的出发去寻找可以填饱自己肚子的资源了。一路的仔细观察与寻找，先采集上一点刚刚长出的竹笋来避免自己的空手而归，毕竟如此鲜嫩的食物也不是随时想吃随时就能有的。1个多小时的搜寻，昆泰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数量，向着农庄的方向返回，他们已可以填饱今天自己的肚子。然而就在昆泰穿过一片杂草并想要来上1根植物精解渴之时，旁边倒塌的一丛芦苇却是给自己带来了惊喜。这里有野果被啃食过的痕迹，并且天然形成的草洞也貌似有动物曾在此休息过，地面之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脚印，看来这附近应该是有类似于野鸡一样的猎物。昆泰仔细的倾听，
小家伙好像就在周边的不远处。如果自己可以将其擒获，那今天的晚餐又将可以极其的丰盛。赶紧的返回农庄，自己的豪猪刺弩弓又将会派上用场。来到刚刚发现痕迹的周边，昆泰尽量的放轻了自己的动作，这样便可在不惊扰到猎物的同时，通过声音来辨别出他此时所在的大致方位。持续的追踪，多处的地面之上也再次的有发现，这里的野果好像才刚被啃食不久，痕迹看上去还很新鲜，并且旁边的一处斜坡上也有刚刚被刨挖的抓痕，看来自己距离猎物并不远了。劈砍上几根树叶当作遮挡，昆泰想要来个守株待兔，因为这处山坡下的野果足够丰盛，猎物很可能还会再次的返回这里进食。3个多小时的苦苦等待，突然的一声鸣叫响起，昏昏欲睡的昆泰也是瞬间就来了精神。猎物的身影已经出现，长长的脖子下隐藏着硕大的身躯，斑点纹路一样的羽毛也很是耀眼，并且眼睛的周边还分布着纯白色绒毛。仔细的观察，昆泰调整好了射击的角度，只可惜第一箭却并未命中。不过好在也并未惊吓到猎物，重新的调整好角度，随着第2次扳机的扣动，锋利的箭雨貌似已经穿透了他的身体，赶紧的向前。小家伙仍然没有失去逃跑的能力，不过简单的追逐后，昆泰就已成功的将其抓住了。这下自己又有野味可以吃了，提上后腿，昆泰开心的向着农庄走去。不过身体这么大，但是头却这么小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小编实在是没有见过，有知道的老铁可以告知一下。长久的蹲守让昆泰有些劳累，先来上一杯茶缓口气，毕竟这么大的猎物处理起来也还要费上点时间。升上火堆，烧上水，做好处理前的准备，等待山泉水被完全的煮开，处理正式的开始。热水的浸泡会很容易将一身的羽毛拔除干净，泉水旁的仔细清洗，所有可以被当作食物的内脏，昆泰都没有舍得丢弃，毕竟它们能够给身体提供的能量要远高于肉块。熟练的分解，先将2个大个的鸡翅切下，接着再将其中间一分为2，为了吃得更有感觉，此次的昆泰并没有选择将其分解成小块，而是就这样进行了直接的蒸煮，毕竟大的肉块啃食起来才会比较的过瘾。当然，野生的姜黄作为调味也不能少。又是1个多小时的等待，呼呼冒气的开水已经将小家伙蒸煮至鲜嫩，将鸡肉一块块的拿出，大口的撕咬，这样的荒野求生又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呢？